我劝你赶紧从我的店里滚出去。这条街的饭店都倒闭了，只有咱们的店每天爆满，这全靠我的厨艺。哼，你只不过是出了点本金而已，对这个店没有任何贡献。看在你女朋友的面子上，我好心返还你10万本金，以后这个店归我了，你可别不知好歹。好心带兄弟一起开饭店，没想到分红时，兄弟和我女朋友一起想要私吞这180万利润。不瞒你说，志强已经高价把隔壁店铺盘下来，准备扩张饭店了。没有你这个累赘，这店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只有跟着他，我才能享福。你这废物根本配不上我。分红这天，我原本是打算带着周志强和苏寒月去我家见我爸的，因为从小我爸就告诉我，越有钱的人就越难感受到别人的珍惜，因为你永远分不清人家冲你笑是冲着你这个人，还是冲着你口袋里的钱。所以我想等拿到属于我的一半分红之后，告诉我爸，我交到了真正的朋友，找到了最真心的爱人。可结果呢？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他们就先告诉我他们的真实面目了。多讽刺啊！陈凡，你也别觉得不公平，你自己睁大眼看看，整条街上10几家饭店全都倒闭了，只有我们这个店每天生意爆满。为什么？还不都是因为我的厨艺好？这一年菜是我炒的，所有的顾客也是冲我来的，店里利润全归我，理所应当。就是得亏志强人大方还有本事，愿意返还你10万块钱。你要是跟别人合伙开饭店，早就亏得什么都不剩了。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这络绎不绝的客人全是我爸公司的员工。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谢他翻脸无情，把本该属于我的90万利润全部私吞，还是谢他跟我女朋友搞在了一起，荒唐至极。1年前，我爸告诉我，他公司新搬迁到了一片开发区，当时周志强刚好失业，听说我要开饭店后，立马找上了我。陈凡，我以前当过几年厨师，咱们一起赚钱。其实那时候我都已经找好厨师了，但苏寒月一个劲儿的劝我，陈凡，开店不是小事，外人拿工资干活，他才不会真心为你着想。但志强不一样，他是你的好兄弟，再怎么样都比陌生人强。而且他现在正是失业落难的时候，你不帮他，谁帮他？看周志强和苏寒月说的情真意切，我也就同意了。就这样，周志强入伙当厨师，苏寒月说他来帮忙收银管账，我则承包了开店的所有开销。店面租金我一次性交了10万，但后续的装修、设备、食材、人工，我又前后投了30多万。这些我都没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和兄弟的事业，干好了，他能靠他的一技之长有个高额稳定收入，我也能向我爸证明，我身边的人是真心在与我共同打拼。可我没想到，在我对他们满腹真心时，我的好兄弟竟然和我女朋友搞在了一起。所以，当初你劝我跟周志强合作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好上了。是又怎样？我一看就知道志强比你有本事，只有跟着他我才有未来。我的眼光果然没错，人家凭本事把这家店做到年入100万，你拿什么跟他比？兄弟，你也别怪韩月，女人嘛，谁不想找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你确定要自己单干？你该不会以为我在吓唬你吧？看见隔壁那家店没有？我已经租下来了，而且一次性签了5年的合同，马上打通扩张。开饭店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口味，没有我的高超厨艺，你饭店开的再好再大，也是一个没有客人光顾的赔本买卖。但我就不一样了，我在这么冷清的街道都能把生意做得这么火爆，这足以说明我也能靠自己的厨艺发财。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家店以前是家火锅店，面积比我这个饭店大好几倍，租金也是这里的好几倍。因为面积太大，店铺倒闭后空车了1年多，一直租不出去。就在前几天，他突然开始装修，我还奇怪是谁这么有胆量，原来是周志强啊！你就这么自信，能把店开起来？当然。我既然能把这家店做的生意这么爆火，那扩张成大店照样可以。就是这个店门每天有源源不断的客人过来排队吃饭，不就是看中了志强的厨艺？他已经凭本事积攒了这么多的老顾客，到时候别说年入100万了，年入1000万都不是问题。陈凡，我以前之所以跟你称兄道弟，就是因为你有韩月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你这人更是有意思，舍得为我花钱。但是现在你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以后这个店和韩月都归我了。不过你要实在觉得自己在外面混不下去的话，也可以求求我，我或许能考虑让你留下来在店里当个服务员，每个月给你2800的工资，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让你饿死在外面。听到没有？还不赶紧求求志强？就你这一事无成的废物，也就他心肠好，肯收留你。周师傅、苏小姐，你们这样会不会欺人太甚了？这一年陈老板在店里忙前忙后的招呼客人，不比任何人出力少，你们怎么能就这样翻脸不认人呢？你一个端盘子的插什么嘴？这店是靠你这种端盘子的服务员撑起来的吗？陈老板，这事儿是他们不讲理，你可以去告他们。他叫刘思雨，去年刚大学毕业，他妈生了重病，来我们店里当服务员给他妈挣医药费。我们3个人的对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我没想到他会站出来为我说话。他很缺钱，
每次下班之后，他还会去做兼职。他总说恨不得自己有3头6臂，这样他就可以不停的工作挣钱给他妈治病。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冒着被辞退的风气替我打抱不平。不用，不就是一个店吗？他想要，我让给他便是。只希望他以后不要后悔。你怎么出来了？我被开除了。周师傅说我顶撞领导，让我明天不用来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没有，只能碰碰运气，继续找别的工作了。如果我说我还要在这条街上再开一家饭店，你愿不愿意继续跟着我干？你还想在这条街上开饭店？开在哪儿？就开在这儿。陈老板，你可千万别冲动啊！这附近的店铺比咱们之前的饭店大好几倍呢，租金肯定不便宜。你一下子租这么大的店，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放心，我既然敢开，就有把握赚钱。你愿不愿意跟着我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我愿意。陈老板，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还给了我比同行高1倍的工资，你的恩情我一直记着。不过我希望这次你不用给我太高的工资，毕竟你现在也不容易，被他们坑了那么多钱，正是资金短缺的时候。这些年，我对周志强和苏寒月掏心掏肺，甚至还翻脸无情反咬我一口。而刘思雨，我只是给了他一份普通工作，他却处处体谅我。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他都觉得你欠他的；而有些人，你只是尽了本分，他却记在心里，想方设法报答你。工资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走吧，我请你吃饭。吃完饭咱们去谈谈那栋楼的租金。陈老板，他们会有报应。报应？不，我不需要等报应，因为我会亲自动手。陈老板，你真的想好了吗？那栋楼真的太大了。想好了，放心，我既然敢做，就一定有把握。你好，我看到你那栋3层楼在招租，我想约个时间谈谈租金的事。好的，那我现在就过来，大概10分钟到。走吧，房东很好说话，咱们现在就去签合同。到了，就是这儿，感觉怎么样？进去看看。房东很好说话，虽然那栋楼的面积比我之前的店铺面积大好几倍，但是他出租的价格却远远低于市场价。我当场就签订了合同，交了租金。老板，这地方好大，得花多少钱装修啊？钱的事你不用操心。1楼和2楼放大厅，各摆100多张桌子，3楼全做包间。喂，爸。小凡，我集团下面那几家子公司上个月刚过招了800多人，以后他们可能也要去你那儿吃饭，到时候安排一下。好，这一大笔生意来的正是时候。你店里的厨师够不够？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一批人进去？说实话，你那边的厨师手艺很一般。上次我听到好几个员工都在抱怨，说要不是冲着你的面子，那饭菜送给他们吃，他们都不想吃。难怪店里虽然天天生意爆火，但总会有很多剩菜剩饭。就这他还想自己单干，可笑。行，我这正缺人手呢。爸，我准备扩张店面了，你统一帮我安排一下吧。好，对了，公司从今天开始放假，7号开工，你最好在7号之前全部弄好。这是我送你的红包，你先回去，等7号再来上班就行。陈老板，这也太多了，我不能要。你刚被他们坑了那么多钱，又要租这么大的店面，正是花钱的时候，我不能拿你的钱。拿着，这是你应得的。可是你因为我丢了工作，还愿意跟着我一起重新开始，就凭这个。谢谢你，陈老板。回去吧，陪你妈妈好好过个年，初7来上班。陈老板，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虽然风还是冷的，但是心里却比刚才暖了不少。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忙装修新店面的事。这栋3层小楼空置了很久，工期很紧，但装修队是我之前合作的一支队伍，活干得快，质量也好。我让他们日夜赶工，每天我都在现场盯着，大到整体布局，小到一盏灯的位置，全都亲力亲为。在我忙着装修的同时，周志强那边也没闲着，听说他把那180万扩了店面，然后又借了不少钱。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还敢在对面开一家这么大的饭店？你觉得你有那么多客人吗？不劳你操心。我就知道他这辈子注定是个穷鬼命，刚分走了10万块，就盘下了这么一栋烂摊子。他也不想想，这街上倒闭了多少家饭店，他凭什么觉得自己租个这么大的店面就能翻身？面对他们的质疑和嘲讽，
我什么都没解释，只加快了装修速度。5号这天，店面装修好了，我立马买了全新的灶具和设备。1楼和2楼的大厅里分别摆了100多张桌子，3楼则全是包间。当天刘思雨也来了，说想来帮我收拾一下饭店，准备明天的开工。老板，你哪来这么多钱？这些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刘思雨是我这个新店的店长，工资给你1个月18000。18000一个月？对，你要是嫌少的话，我们还能再商量。不，我是觉得太多了。老板，我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应届生而已，你给我这么高工资，就不怕亏？别妄自菲薄，你要相信你值得。他没有再说话，而是痴痴地看着我，眼底满是复杂。一切准备就绪，7号新店正式开张了。周志强店面扩张后，也选在了今天开业。陈凡，你非得把钱全部拿来打水漂，你就不怕开业后连电费都赚不回来？就他这个店，今天要是能进1个客人，我就把门口的花篮给吃了。来了，全来了！妈妈，那些人就是冲着你的厨艺来的，发财了，这下真要发财了！看着他们那激动的笑脸，我也笑了。好戏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人群从街头拐角处涌出来，瞬间把整条街塞得满满当当。看看，这饭店就是我拼本事做起来的。咱们扩店开业第1天，那些老顾客就全来了。不止老顾客，还有好多看都没看到过的新顾客都来了。肯定是老顾客觉得咱们口味好，特地带朋友来我们的新店捧场。志强，你真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男人，光靠自己的厨艺就把生意做得这么火爆。幸好咱们把陈凡那个累赘给踢出去了。天哪，这么多人，咱们这一天得好几万流水啊！我在餐饮店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周师傅，你真厉害，竟然能靠厨艺吸引这么多顾客。那是，不然整条街为什么只有我的饭店能做起来？这么多人一下子涌进来，店里恐怕也坐不下。怕什么？坐不下就让他们排队，到时候正好让某些人看看咱们店的生意有多火爆。没事，毕竟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你们这辈子最大的气运就是跟了我这样有本事的老板。要是像某些不识好歹的人一样，帮着陈凡那种没出息的废物，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出人头地。就是，老板，他们太过分了，明明店是你开的，本金也是你出的，现在他们把你说的一无是处。没事，老板，这么多人，要是真全进了那边，咱们这可就……这些人一个都不会进他的店，一个都不进。老板，您这话……我知道他不信，但我也没解释，只是转头看向远处。领头的几个是我爸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我都认识。走最前面是公司经理吴立明，40多岁的中年男人，穿一身黑色羽绒服，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身边跟着的全是我爸公司的那些老员工，在我们店也算是老顾客了。再往后是一大群穿着统一工装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新面孔。1000多人，1000多人啊！要是全进来了，我这一天得赚多少钱？这一顿午饭就1000多人，一天少说也能净赚几万到10几万，这1个月就能抵上我饭店1年的收入。后厨准备起来，把火全点上，锅全烧热，所有人马上开炒。还有你们都给我站好了，笑脸迎人，声音要大，态度要好。谁要是给我掉链子，我扣谁工资。志强，我就知道跟着你是对的，不出几天咱们肯定就能成为大老板了。他俩越说越激动，人群也越来越近，50米、30米、20米、10米。很快所有人都走到了我和周志勤的店中间。各位老顾客，大家好啊！周震一眼就认出了吴立明等人，他早就混了个脸熟。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暗戳戳的伸手将吴立明往他的店门口带。你现在不是应该在饭店后厨做饭吗？怎么还出来揽客了？吴经理，我知道你们迫不及待想吃我做的饭了，但身为店里的老板，饭店重装升级，我必须得好好招呼招呼你们这些老顾客呀。你是饭店老板？No， 我特意把饭店扩张升级了一下，店面比之前大3倍。环境更好，味道更正宗。那陈老板呢？他已经被我踢出饭店了，以后这个饭店就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是这家饭店跟陈老板无关了？对，身为我们店的老熟客，你也知道，这饭店生意之所以能那么好，全靠我的手艺。陈凡那小子，除了最开始投了点钱进来之外，他什么都没干，就想分走90万，这不扯淡吗？所以我就把他踢出局了，1分钱没给他分。今天您一定要来我店里尝尝，我们换了更好的食材，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今天新店开业，全场8折。对，我们店的环境和口味都升级了，绝对比之前陈凡在的时候好多了。你们能冲着志强的厨艺在店里吃1年，肯定是非常满意我们的菜品的。赶快进来尝尝新品，包你们吃了还想吃。吴立明看了周志强和苏寒月一眼，没说话，但脚步却停在了周志强店门口，没有要进去的意思。吴经理，您还愣着干什么？进来坐，我给您安排最好的包间。吴立明站在原地，看了看周志强和苏寒月，又看向了对面的我。久经商场的他瞬间明白了一切。所以你们不仅违约没给陈老板分账，还把他踢出局，自己霸占了这家店。对，你也知道，厨艺就是王道，所有来店里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我的厨艺来的。他陈凡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没有我，他怎么可能把店做得这么火爆？我辛辛苦苦把饭店做的生意爆满，我容易吗我？他明明对这个店毫无作用，却能因为约定分走1半的利润，您觉得这公平吗？老板，您倒是为自己解释解释啊！这么多人，要是真被周师傅全拉走了，咱们店以后就完了。用不着我解释，因为吴立明的脸已经彻底黑了。
你说，陈老板对这个店毫无作用？对啊，他就是开店的时候投了点钱而已。饭店开业后，我天天在后厨起早贪黑，累得跟什么似的。你们这些客人也都是冲着我来的。他陈凡在外面吹着空调数着钱，什么都没干，就想分走店里一半的利润，您说这像话吗？可不是嘛，志强光凭厨艺就能把一个那么偏僻的小店做到天天爆满，这本事放到哪儿都不愁饭吃。哼，他完全就是沾了志强的光，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作用也没起到，凭什么给他分钱？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条街上那么多饭店，为什么偏偏是你们这家店生意最好？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厨艺好啊，这还用问？吴立明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周师傅，你在这条街上干了1年，你去吃过街东头那家湘菜馆的剁椒鱼头吗？没吃过。那街西头那家川菜馆的水煮鱼？也没吃过。那我告诉你，那家湘菜馆的剁椒鱼头做的比你店里的强了不止一个档次。那家川菜馆的水煮鱼肉质嫩滑，麻辣鲜香，你店里的水煮鱼跟人家比，差的不止1星半点。吴经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厨艺在这条街上只能算中下，甚至可以说是难吃。吴经理，您真会开玩笑。我没开玩笑，周师傅，我在你们店里吃了1年的饭，你真以为我是冲着你的厨艺去的？难道不是吗？你们这么多人日复一日，只坚定的选择这家店，除了是被志强的厨艺吸引到，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不管开了多少新店，你们都哪儿也不去，那明摆着就是冲着我们店里的口味来的。听着他们的话，吴立明笑了。这1年来，我们所有人之所以每天中午都来这儿吃饭，不是因为你们的菜做得多好吃，而是因为这家店的老板陈凡先生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儿子，我们这些客人都是他父亲集团的员工。周师傅，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公司每天的午餐补贴是每人80块钱，员工可以自己选择去哪儿吃，公司也没有强制要求任何人必须来这家店。那你想想，为什么上千号人天天都来这家店吃饭？周志强脸色发白地看了我这边一眼，没有说话。因为陈少爷是我们董事长的儿子，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天天来他店里吃饭，就是想跟陈少爷混个脸熟，让陈总看到我们跟他儿子的关系不错。你想想，一个几千人的大集团，想往上爬的人有多少？谁不想跟老板的儿子搞好关系？谁不想在老板面前多露露脸？所以公司的员工每天中午就算多走10几分钟的路，也要来这里吃饭。这一切跟你的厨艺无关，而是因为这顿饭吃的是人情，不是味道。更别说你的厨艺还非常差。在公司里，不少人私下抱怨，说要不是冲着陈少爷的面子，就你做的那些饭菜送给他们吃，他们都不想吃。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这些顾客明明就是冲着我的厨艺来的。吴经理，你骗我的，对不对？你肯定是跟陈凡串通好了来骗我的。周师傅，我吴立明在集团干了15年，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做到公司经理，我犯得着跟谁串通来骗你？再说了，你看看我身后这些人的工装，看看他们胸前的工牌，哪一个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周志强下意识地转头看去，那些年轻的面孔都有一个用白色的线绣着一个熟悉标志，那是他这1年来几乎天天都能看到的标志，因为每天来吃饭的人衣服上都有这个标志。他一直以为那只是巧合，以为那些人只是恰好在一家公司上班，以为他们都恰好喜欢吃他做的菜。现在他才明白，从头到尾就没有任何巧合，那些人从来就不是来吃饭的，他们是来完成一项任务的，一项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博好感、为自己前途铺路的任务。而他周志强从头到尾都只是这项任务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随时丢弃的道具。这个认知像一把钝刀，在周志强心口来回的割。你这样的厨师，要手艺没手艺，要人品没人品的，还这么高傲自大。就是，你还真是会做，就你还嫌弃陈老板没用。要不是陈老板，你哪能混到今天？还想自己单干，真是笑死人。就你做的那些菜，让我白吃你的饭菜，我能不吃？陈凡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普通人吗？他怎么会是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听到这些话，周志强的脸彻底黑了。这怎么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岂不是亲手葬送了自己成为富太太的机会？直到这一刻，苏寒月才彻底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他怎么都没想到，那个被他嫌弃了整整1年的男人，那个被他骂过无数次废物没出息的男人，竟然是集团董事长的儿子。他一直以为跟着周志强能飞黄腾达，可其实那个他做梦都想嫁进去的豪门，曾经离他只有1步之遥，而这一步是他自己亲手推开的。这一刻，他想起分红那天自己对我说的话，只有跟着志强我才能享福，你这废物根本配不上我。
每一句话现在都像回旋镖一样，狠狠扎回他身上，让他双腿发软，站不稳脚。周志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脸色灰败，嘴唇发青。他曾以为自己厨艺了得，店里所有客人都是冲着他来的，可到头来，他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天大笑话。周师傅，你现在还觉得这店是你凭手艺做起来的吗？周志强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还能说什么？说自己的厨艺好，说客人是冲着他来的。可人家说了，那些客人全是陈凡父亲公司的员工，每天来吃饭就是为了混个脸熟。他周志强从头到尾什么都不是。老板，原来这些客人全都是因为你才来咱们店里吃饭的。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就在这时，吴立明转过身朝我这边走来。陈少爷好，恭喜发财，生意兴隆。陈少爷新年好。陈总说您这边扩建了，我们以后这么多人可都要来这边吃饭了。今天人比较多，咱们这边能坐下吗？估计得分批进去。分批没问题，咱们员工午休有2个小时，时间够。第一批进去的是吴立明这些中层管理以及一些年纪大的老员工，年轻的在后面等。后厨里，我爸安排过来的那些新厨师已经开始忙活了，灶火熊熊，锅铲翻飞，香味从厨房飘出来，弥漫了整条街。刘思雨在厅里忙前忙后，他脸上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和满足，像是换了个人。我站在店门口，看着对面那家空空荡荡的店。他们开那家店投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肯定不少，少说也得200-300万投进一家餐饮店，第一天开业一个客人都没有，这滋味换谁都受不了。我看了一会儿，刚要转身进店，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周志强沙哑的声音。我停下脚步，转过头。陈凡，你早就知道那些人全都是冲着你来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看着他那张写满不甘的脸，忽然觉得有些可笑。我告诉你，你会信吗？周志强愣住了。这1年来，我掏心掏肺对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背着我偷偷跟我女朋友搞在了一起，一看到饭店生意火爆，第一时间就把我踢出去。你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真相，还是因为你自己贪心不足？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我送死？你竟然还有脸怪我？你只返还我10万本金，把我踢出饭店的时候，想过给我一条活路吗？周志强，就算我告诉你那些客人是我爸公司的员工，你会信吗？你只会觉得我是在骗你。周志强眼底闪过一抹心虚，他知道我说对了。这件事是我不对，这个店我总共投了280万，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要是这家店开不起来，我就完了。你就再帮我一次，把你店里的客人挪一半过来，或者你帮我还清债务也行。听到他的话，我有些想笑。周志强，你觉得可能吗？如果今天是你的店生意爆火，而我的店一个人都没有，你还会多看我一眼吗？我知道他不会，他只会对着我的方向放声大笑。他会在每一个来这里吃饭的人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会把我踩进泥里。这就是周志强。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自求多福吧。说完，我转身准备进店，手却被人用力拉住。陈凡，我错了，我当初是被周志强骗了，是他花言巧语哄我，说我跟着他能过好日子，我一时糊涂才跟你分了手。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我只觉得一阵反胃。以为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她嫌我如蝼蚁，现在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她又在这哭着求和。从头到尾，她的眼里没有半分真心，谁能挣钱她就跟谁。你觉得可能吗？有，当然有可能。你以前那么爱我，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的，对不对？我知道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苏寒月，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你一样恬不知耻吗？不是的，陈凡，不是这样的。你走吧，去找你认为能带你发财的人，别来恶心我。陈凡，你等等，我真的知道错了。店里，刘思雨神色复杂地看着这一幕。老板，你还好吗？从来没这么好过。那就好。对了，刚刚周师傅店里的那些员工还偷偷跑过来问我，说能不能来我们这上班，我拒绝了。你现在可是店长，这种事儿你看着办就行。行，老板您放心，我一定把店管好。看着他那副干劲十足的样子，我不禁笑了。人这辈子总会遇到一些忘恩负义的人，也会遇到一些真心实意的人。刘思雨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后来我听说周志强为了给店里拉生意，5折的低价来拉客人，可别人要么不来，要么来了的也因为口味不好而选择走人，再也没来过。店很快就倒闭了。听说店里关面前，他和苏寒月大吵了一架，苏寒月把所有责任都怪到了他头上，说害他丢了脸面又没了未来，两个人撕破了脸，闹得不可开交。周志强欠了一屁股债，苏寒月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这条街上后来又有人开了新店，也有人倒闭，来来去去
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只有我的店一直在，从普通饭店做成了这条街上最大的酒楼。每次发奖金的时候，刘思雨都会把红包一个一个递到员工手里，然后对他们说同一句话：好好干，陈老板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对他好的人。2年后，我站在樊雨楼3层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凉透的茶。窗外的街道跟2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路面拓宽了1倍，铺了崭新的柏油，两边装上了整齐的路灯。沿街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奶茶店、水果店、便利店，还有好几家新开的饭店，生意都还不错。这条街活了，而樊雨楼是这条街上最醒目的建筑。3层楼全部重新装修过，1楼大厅能摆60张桌子，2楼是卡座和雅座，3楼是20个包间。每到工作日的中午，我爸集团的员工依然会准时出现在门口，穿着深蓝色的工装，把大厅做得满满当当。到了晚上和周末，附近的居民和慕名而来的散客也会把2楼、3楼填满。2年时间，我把一家靠关系撑起来的饭店做成了这条街上真正的招牌。老板，有个人想见您，在楼下等了快1个小时了。谁？苏寒月。他来干什么？就说想见您一面，有事情要谈。我看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开的是一辆白色的保时捷卡宴，就停在咱们店门口。2年了，2年前苏寒月跟周志志大吵一架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现在他开着一辆保时捷卡宴回来了，让他上来吧。老板，您确定要见他？他当年……我知道他当年做了什么，让他上来。2分钟后，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苏寒月走了进来。刘思雨说的没错，她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2年前的苏寒月虽然长得漂亮，但穿着打扮总透着一廉价感。现在的她像是一个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富家太太，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跟2年前一模一样。陈凡，好久不见。2年了，你这店做得不错嘛？我听说这条街上就属你的樊雨楼生意最好。还行，你有什么事？这么着急，老朋友见面叙叙旧都不行吗？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行，那就说正事。我要结婚了。我低头看了一眼，请柬做得很精致，里面写着紧定于10月18日在玉龙湾国际度假酒店举行苏寒月女士与马文涛。我的目光停在了新郎的名字上，马文涛，恒瑞餐饮集团董事长，恭喜。苏寒月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看到我没有任何变动，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你不问问我怎么认识他的？我不需要知道。可我想告诉你，我一个人去了深圳，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做餐饮的老板，跟着他学了大半年。后来在一次行业峰会上认识了文涛，他是真正有本事的男人，35岁白手起家，10年时间把恒瑞做成了本市最大的餐饮集团。他追我的时候，我跟他提了你的樊雨楼。文涛对樊雨楼很感兴趣，他派人来调研过，发现你的客源主要靠你爸集团的员工，散客比例只占不到20%。他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地段，这么大的店面，如果能真正做起来，利润至少能翻3倍。所以呢？所以他想跟你合作。这是恒瑞的收购方案，1500万收购樊雨楼51%的股份。收购之后，恒瑞会把樊雨楼纳入他们的品牌体系，用他们的渠道和资源来运营。你还是店长，年薪80万。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有区别吗？有。如果是他的主意，我会告诉他樊雨楼不卖；如果是你的主意，我会告诉你，你这个人一点都没变。2年前，你让周志强去租隔壁的店面，撺掇他把店做大，结果他赔得倾家荡产。现在你又要让马文涛来收购樊雨楼，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提醒他，你这种女人，谁沾上谁倒霉。陈凡，你说我一点都没变，你自己呢？你还是跟2年前一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你觉得我是在报复你啊？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我找到他，是因为他配得上我，他能给我的你永远给不了。至于樊雨楼，如果你不识抬举，那恒瑞也不介意自己开一家店，到时候你的生意什么样，可就说不准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周志强回来了。前2天他来找过我，说这2年他吃了很多苦，知道错了，想跟我复合，我让他滚了。但他恨你陈凡，他觉得是你毁了他的一切，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来找你也是想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小心点。苏寒月走了，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渐渐远去。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那张红色的请柬，陷入了沉思。苏寒月嫁给了马文涛，
恒瑞餐饮集团要进入这条街，周志强回来了，这3件事同时发生，不可能是巧合。周叔，帮我查2件事。第一，恒瑞餐饮集团的老板马文涛，他跟苏寒月是怎么认识的？他们结婚是真感情还是利益联姻？第二，周志强这2年去了哪里，在做什么？现在人在哪儿？哼，苏寒月，就你2年前那个女朋友，她嫁给了马文涛。对，有意思。要不要顺便查查马文涛的底？他在餐饮圈里的名声可不太好，这些年搞垮了不少竞争对手，手段不太干净。查。挂断电话后，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我看着苏寒月的车消失在街角，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苏寒月不是来谈合作的，她是来示威的。她嫁给了本市最大的餐饮集团老板，开着保时捷，穿着香奈儿，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想让我看到她苏寒月过得比我好。但她的眼睛里没有满足，只有不甘。2年前，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潜力股，结果那个潜力股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她站在周志强的店门口，眼睁睁看着客人全部走进了我的饭店，那一刻她失去了所有的体面。对一个虚荣的女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打击，所以她找上了马文涛，是为了出一口气。老板查到了，马文涛，恒瑞餐饮集团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现在旗下有13个餐饮品牌，117家门店。他的经营风格是快进快出，看中一个品类就快速铺垫，做到行业前3之后，要么卖掉，要么做加盟，基本不自己长期经营。但这个人的风评不太好，只要能削弱竞争对手的手段，他都用。而且他特别擅长用低价倾销的方式击垮周边的同行，等人家的店倒闭了，他再涨价。还有，恒瑞现在的财务状况不太好，最近有一笔8000万的贷款马上要到期了，恒瑞正在四处找钱。所以他盯上了樊宇楼。对，樊宇楼虽然规模不大，但利润率高，现金流稳定。如果恒瑞能收购樊宇楼，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缓冲。老板，咱们要跟他们合作吗？不合作，他们想在这条街上开新店，让他们开。他们想用低价把门击垮，让他们试试。可是恒瑞的体量比咱们大太多了，他们如果在这条街上开一家跟我们对标的低价店，咱们不一定扛得住。你忘了咱们的客人是谁了？您父亲集团的员工。可恒瑞不是有办法让您父亲的员工不来咱们这儿吗？他是在吓唬人。我爸的集团在这片开发区扎根了15年，员工加起来5000多人，恒瑞凭什么让他们不去樊宇楼？但如果恒瑞开的价格够低，价格再低，我父亲集团的大部分员工也不会去，因为大部分人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做关系的。恒瑞的菜再便宜，能给他们提供这种关系吗？所以苏寒月说的那些话是虚张声势？不全是。他说恒瑞要在这条街上开一家更大的店，这是真的。而且我确实有一件事需要担心。什么？那就是散客。周末和晚上，散客能占到70%以上。如果他们被恒瑞的低价吸引走了，对咱们的影响会很大。所以咱们要做2件事：第一，把集团那边的员工稳住；第二，把菜品和服务再提升一个档次，让散客们知道我们的东西值这个价。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后厨开会。陈少爷，周志强找到了，在哪儿？城北的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一间月租300块的地下室，我派人去看了，环境很糟糕。他这2年过得不太好。他在做什么？什么都干过，去工地搬过砖，在夜市摆过地摊，给人送过外卖。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饭店里当帮厨，1个月4000块钱。不过上周他辞职了。辞职了？对，据那家饭店的老板说，周志强走的时候跟同事说了句：“我要回去找我兄弟了。”你觉得他想做什么？不知道。但苏寒月说的那句话不是吓唬人的。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要不要我让人跟着他？不用。他知道我在哪儿，他自己会来的。3天后的午市高峰期，大厅里坐满了人，我爸集团的员工占了一大半，剩下的是一些附近的上班族和专程赶来的食客。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在桌与桌之间，后厨的炒锅声和排烟机的轰鸣声从走廊尽头隐隐传过来。陈少爷，最近有什么新菜没有？有，最近新请了一个粤菜师傅，脆皮烧鹅做的一绝，要不要来一份尝尝？来，早就听说樊宇楼要上粤菜了，今天必须得尝尝。我正要继续往前走，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骚动。老板，您出来看一下。我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樊宇楼的正对面，那栋空置了大半年的4层楼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写着御膳坊即将开业，恒瑞餐饮集团倾力打造高端粤菜旗舰店。广告牌的正下方还挂了一条红色的横幅，开业当天全场5折，凭樊宇楼会员卡可享折上折。恒瑞搞的不是普通的低价促销，而是精准定向抢夺，他们要把樊宇楼的散客一个不剩的全部吸走。老板，他们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应该就在刚才。恒瑞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樊宇楼。
就在这时，巷子里走出一个人，他穿着外卖工服，拎着御膳坊的塑料袋，居然是周志强。陈凡，你欠我的，该还了。我看到传单的最下方印着一行小字：御膳坊主厨团队，原米其林3星餐厅主厨周志强先生领衔。米其林3星餐厅主厨周志强，他怎么可能是米其林3星主厨？看着对面那栋4层楼上巨大的广告牌，御膳坊、恒瑞餐饮集团，苏寒月的未婚夫马文瑶开的店，周志强是主厨。我的前女友和我曾经的兄弟联合起来要搞垮我，这个组合还真是有意思。老板，您笑什么？我在笑他们，2年前他们就是这么搞的，2年后还是这一套，换了个更大的店面，加了更多的钱，挂了个更好听的名头，但骨子里一点都没变。思雨，帮我做3件事：第一，派人去查御膳坊的装修进度和开业时间；第二，从明天开始，樊雨楼所有菜品分量增加20%；第三，通知后厨所有人，晚上打烊之后多留2个小时。我要把菜单从第1页翻到最后1页，每一道菜都重新做一遍。恒瑞想用价格打我们，我们就用品质回击他们。他们想让樊雨楼关门，我就让他们看看，这家店不是靠关系活到今天的。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动向，有任何异常立刻向我汇报。明白，我马上去安排。那天晚上开始，后厨的灯经常亮到凌晨，每一道菜都重新做了一遍，改味道，改摆盘，改火候，从第1页到最后1页，一个菜都不放过。御膳房的开业日期定在10月18日，苏寒月送来的请柬上，婚礼日期也是10月18日。我知道这不是巧合，马文涛要在同一天双喜临门，娶了苏寒月，顺便把樊雨楼踩在脚下。距离10月18日还有12天。老板，出事了！手机屏幕上是一条本地美食公众号的推文，名字叫开发区某关系户饭店凭爹吃饭，凭啥嚣张？正文没有直接点樊雨楼的名，但每一句话都在往樊雨楼身上引。文章后半段引用了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点评，每一句话都在暗示樊雨楼靠关系垄断客源。你怎么看？这篇文章肯定是有针对性的。您看这些措辞，关系户、潜规则、垄断客源，全是冲着咱们来的。而且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很巧，御膳坊刚挂上招牌，负面文章就来了。不是御膳坊，是苏寒月。马文涛是个生意人，他的手段会更直接，低价抢客，高价挖人，利用协会来查卫生。但公众号发软文抹黑引导舆论，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应该是苏寒月的手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樊雨楼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就是客源结构，我爸集团的员工占了日常客流的60%以上，这是一个绕不开的事实。可是那些员工都是自愿来消费的，公司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人。这重要吗？在网上，真相不重要，情绪才重要。你觉得那些看了文章的人会在乎事实是什么吗？他们只会记住一句话：樊雨楼是靠爹吃饭的关系户。刘思雨沉默了，我说的每一个字他都懂。这2年樊雨楼做了很多努力，散客比例从不到10%涨到了40%以上，但这些东西在一句靠爹吃饭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也找几家媒体发文章澄清？不急，这篇文章只是个开始，苏寒月一定还有后手。如果我们现在就跳出来反驳，反而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哼，评论区里也有几条替樊雨楼说话的评论，但很快就被更多的负面评论淹没了。思雨，你说的对，不能什么都不做，但我们不能跟着他的节奏走。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拖进舆论泥潭里，我们要打就打一场他跟不了的仗。什么意思？吴经理，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我需要您手底下在本地论坛和社交平台上比较活跃的年轻人，在我们被人抹黑的时候，把真相说出来。你去找几个跟咱们合作时间长的恐货商，请他们在朋友圈和行业群里帮忙说几句话，不需要说樊雨楼多好，只需要说他们跟樊雨楼合作2年的真实感受。另外，把咱们店从开业至今的所有卫生检查记录、食材采购凭证、顾客满意度调查全部整理出来，做成一个资料包。如果有人要查我们，我们就摊开给他们看。老板，您刚才说要打一场他跟不了的仗，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些只是防守，真正的反击，我还在等一个消息。什么消息？我正要回答，手机响了，我按下免提，让刘思雨一起听。陈少爷，周志强那小子的事儿查清楚了，你坐稳了，他根本不是什么米其林3星主厨，全是包装出来的。具体怎么操作的？周志强2年前离开这里之后，确实混得很惨，什么都干过，还欠了一屁股债。大概1年前，他在深圳一家粤菜馆找了个后厨打杂的活，那家馆子叫潮江春，他在潮江春干了半年，从打杂升到了帮厨，然后又升到了副厨。但这小子的厨艺最多也就是个中等水平。所谓的米其林3星主厨，
是马文涛花大价钱请品牌策划公司硬生生包装出来的。品牌策划公司具体做了什么？他们给周志强编了一整套履历，说他在法国兰陶学过3年，还在广州一家米其林1星餐厅干过主厨，全是假的，甚至整了跟名厨的合影，P 图技术倒是不错。马文涛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包装他？对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马文涛需要一张牌。恒瑞这2年扩张太猛，资金链很紧张，御膳房是他压住的高端品牌，如果做不起来，他麻烦就大了。但现在高端粤式市场竞争太激烈，没有名厨坐镇，根本吸引不了高消费群体。周志强便宜听话，而且跟你陈凡有仇，不怕他不拼命。这些造假的证据，你能拿到多少？包装公司那边的内部资料、原始履历、P 图前的原片、策划方案，我的人已经拿到了一部分。另外，朝江春那边的老板愿意作证，周志强在他那里只是副厨，从来没当过主厨，更不是什么米其林3星。朝江春的老板愿意作证，为什么？那老板跟马文涛也有过节。前年马文涛在深圳开了一家粤菜馆，用低价把朝江春的生意抢了一大半，2家结过梁子。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话一点都不假。周叔，继续收集证据，越多越好，但先不要放出去。明白。你打算什么时候用？御膳房开业的当天，他们搭了多大的台，我就让他们丢多大的脸。原来周志强那个米其林3星是假的，难怪他在传单上只写米其林3星餐厅主厨，连餐厅名字都不敢写。不知道苏寒月知不知道这件事？您觉得他不知道？马文涛这个人做生意没底线，对女人应该不会说全部的实话。苏寒月可能只知道周志强厨艺进步了，但米其林3星主厨这个头衔是真是假，他未必知道。如果您把证据放出去，苏寒月会怎么样？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当天晚上又有2篇类似的抹黑文章出现在不同的本地公众号上，一篇暗指集团员工被变相强制消费，另一篇把2年前街道上其他饭店倒闭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樊宇楼的不正当竞争。评论区的水军痕迹很明显，大量账号在刷同样的评论，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一位叫开发区老食客的网友说了公道话，还有一位叫供应商老赵的也说樊宇楼的食材标准是他所有客户里最高的。老板，这些评论我已经截图了。继续盯着，如果这些替我们说话的评论被删了，马上截图保存。老板，那些替我们说话的评论全被删了。截图呢？都在，删除之前我就截好了。发出去，让我们的人在各大社交平台转发。原来您说的他跟不了的账是这个意思。苏寒月花钱买水军，我们找的是真正的顾客。他可以花钱买1万条评论，但他买不到一个人真实的经历，一眼就能看穿他那边是水军。第2天上午，我刚到店里。老板，您父亲那边来电话了。怎么了？吴立明说，集团内部有人开始传，因为樊一楼的事儿，集团的形象受到了影响。有几个中层在例会上提了一嘴，说要不要发个内部通知，让员工以后少去樊宇楼，避避风头。苏寒月的软文表面上是攻击樊宇楼，但更深层的目标是把集团也拖下水。一旦强制员工消费的帽子扣到集团头上，集团高层必然会采取行动来切割风险，而切割的最简单方式就是让员工不再来樊宇楼吃饭。他终于开始动真格的了。您觉得是谁？除了苏寒月，还有谁？他跟我在一起1年多，对我爸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很多事他都一清二楚。吴经理，提这件事的是哪几个人？陈少爷，这个你不用说名字，告诉我部门就行。市场部的老孙，还有行政部的刘主任，他们倒不是针对您，主要是最近集团在谈一个大项目，怕负面舆论影响合作方的信心。吴经理，帮我做一件事，你去找这2个人聊聊，不要压他们，只需要告诉他们一句话：樊宇楼的事，我自己会解决，让他们等着看。明白了。苏寒月这一刀捅得够准，他不是要搞垮樊宇楼，他是要把樊宇楼和集团一起拖下水，逼着集团主动跟樊宇楼做切割。一旦集团宣布员工不再去樊宇楼消费，樊宇楼就真的垮了。等到开业那天，他肯定还有更狠的招数等着我。10月18日，御膳房开业，苏寒月结婚。还有，我合上日历，拿起手机给周叔发了一条消息，帮我约一个人，恒瑞的第2大股东，我想见见他。恒瑞餐饮集团的股权结构，周叔很快就查清楚了。马文涛持股51%，陈昭杰持股29%，剩下的在几个小股东手里。
陈昭杰的父亲陈德茂是恒瑞最早的合伙人。5年前陈德茂病逝，股权传给了25岁的陈昭杰。这姑娘跟他爹不一样，圈里人私下叫她哑巴股东。一个25岁继承3000万股权的小姑娘，不说话不是因为没想法，是因为在等一个值得开口的时机。这家店是你父亲开的？1998年开的，那时候这条街上只有3家店，现在只剩这一家了。马文涛的第1家店也在这条街上，就在对面，现在已经改成便利店了。你明明知道我在调查你，还约我在这里见面，是想告诉我什么？想告诉你2件事。第一，我爸当年跟马文涛合伙的时候签过一份协议，恒瑞旗下每一家新店的开设必须经过董事会2/3以上投票才能执行。2/3？对，这份协议永久有效。马文涛出股51%，离2/3还差很多。如果陈昭会反对，马文涛怎么也凑不够2/3。董事会决议，你投了反对票？投了，但马文涛根本没有把这份协议拿到董事会上，他绕过了董事会，直接以集团总裁的身份签了投资文件。他赌我不会追究。为什么？因为我手里的牌不够多。那份协议虽然有效，但要真正执行需要打官司。马文涛赌的就是我不会和他对着干。我爸临死前跟我说，马文涛这个人有本事，但心术不正，把股权留给我是让我有一条退路，但最好有一天能让他翻个大跟头。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不是那个人。御膳房的投资总额是多少？1800万。马文涛自己的钱还是恒瑞的钱？恒瑞的钱，他自己没掏1分。恒瑞现在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不到600万。另外还有一笔8000万的贷款，下个月到期。马文涛现在天天跑银行，想借新还旧，但恒瑞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警戒点，没有银行敢再贷给他。所以他急需御膳坊成功，御膳坊是他翻盘的唯一希望。对，如果御膳坊做起来了，恒瑞就能靠这个高端品牌重新获得资本市场的信任。但如果御膳坊做不起来，马文涛就彻底完了。那你希望御膳坊做不起来吗？按理说我应该希望成功，但马文涛用一份伪造的董事会决议把我打发了，从头到尾没有问过我一句。你觉得他希望我好？所以你约我见面不是来帮我的，是来帮你自己。准确的说是互相帮忙。你要保住樊宇楼，我要保住我在恒瑞的话语权。陈老板，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樊宇楼因食品安全问题被客人实名举报，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举报保人是即将要在樊宇楼吃出蟑螂的顾客，举报材料已经递到了市场监管局。马文涛算好了时间，检查组到的时候正好是午市高峰期，大厅里坐满了客人，他要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查。人们不会记住樊宇楼有没有被查出问题，只会记着樊宇楼被查过。趁你最忙的时候搞突击检查，不管你干净不干净，先让你在客人面前丢个大脸。但这一招有一个致命的漏洞。什么漏洞？食品安全协会的秘书长吴建国上个月刚收了我一份入会申请，他的妻子开了一家食品安全检测公司，我让樊宇楼成了第一个客户，做了一份全项目检测报告，所有指标全部合格。吴建国这个人虽然贪，但他有一个原则，拿钱办事。我给他的面子他收下了，他妻子公司的单子我给了，这份人情他得还。况且樊宇楼也盯得起茬。陈小姐，我想跟你要一样东西，御膳房的食材采购清单和供应商名单。怎么了？恒瑞的资金这么紧张，御膳坊又要搞高端食材平民价格，成本从哪里压缩？无非是食材。说的好听叫供应链优化，说的难听以次充好。我说的对吗？陈老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苏杭月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你前女友马上就要嫁给你商业对手的那个女人，你对她还有感情吗？没有，2年前就没有了。那你对这件事……我是做餐饮的，有人在我的店对面开了一家更大的店，想用不正当的手段把我击垮。我要做的就是把对面那家店搞掉。苏寒月碰巧是那个老板的未婚妻而已，对我来说，她只是一个附加信息，不是核心问题。好，那我再送你一个附加信息。御膳坊开业那天，苏寒月会曝光樊宇楼涉嫌利用关系垄断客源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我建议你提前做好准备。这家店德茂楼，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爸在厨房炒菜，我在门口包蒜。后来这条街上的店一家接一家倒闭，马文涛用了各种手段，我爸从来不说什么，只说做生意各凭本事。但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我要让马文涛知道，这条街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价格战和假文件来拿走的。谢谢你，陈小姐。不用谢，开业那天我也会去，我要亲眼看着马文涛翻车。
周叔，供应商名单我拿到了，帮我查里面最大的一家跟恒瑞长期合作的那家海鲜供应商，叫红发水产，查他们的进货价、出货价有没有2套账，有没有以次充少的记录。红发水产这家我知道，老板姓何，跟马文涛是把兄弟，以前出过一批问题海鲜，被市场监管局罚过，后来不知道走了什么关系，把记录消了。把那个记录找出来。明白。还有，你让我准备的那些关于周志强的东西，什么时候用？开业当天，陈昭杰告诉我，马文涛准备在仪式上宣布我们被举报调查，我要在同一时间把他面具扒下来。对面开业当天，双喜临门，马文涛要娶老婆，要开新店，你选在那天动手，够狠。不是狠，是让他们记住，有些事不该拿来开玩笑。御膳房开业前48小时，红发水产的底子比想象中更脏。光这些还不够，你想要什么？供应链的问题要在供应链上解决。红发给御膳房供应的这批货，如果开业当天出问题呢？你想在食材上动手脚，陈少爷，这是犯法的。不动手脚，用他们自己的问题打他们自己。红发这批货里有没有以次充好的东西？有，冻龙虾报的是澳洲进口，实际上是从越南转口的养殖货，价格差了将近1倍。证据呢？红发内部的一份发货单在我手里，上面写的产地是澳洲，但报关单上写的是越南。2套单据，白纸黑字。开业当天，如果让人知道他们用的是越南冻龙虾，那马文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光丢脸，虚假宣传以次充好，市场监管局可以立案处罚。如果再加上之前那批问题海鲜的记录，御膳房开业第一天就得停业整顿。等他们开业，我要让马文涛自己把自己的招牌砸了。你这一招比马文涛狠多了，你是想让他在全市人民面前翻车呀？区别在于，他搞我的那些招数全是假的，我搞他的招数全是真的。我只需要把他们做过的事儿摊在太阳底下。行，我去安排。不过你得想好，开业当天一旦动手，你跟马文涛就是不死不休了，明白吗？从他决定用苏寒月来对付我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不死不休了。周叔走后，陈昭杰发来一条消息，这边刚给所有供应商发了通知，所有食材加急铺送，费用恒瑞出。他在准备打一场硬仗。你的那29%准备好投票了吗？准备好了。思雨，明天把老李他们几个叫上，我要开一个短会。今天第一件事，开业当天，樊雨楼正常营业，所有菜品不打折、不降价、不搞任何促销活动。老板，他们全场5折，咱们什么都不做，客人不全跑对面去了？真正冲着你手艺来的人，不会因为对面打5折就走的。老张，老板说的对，咱们把自己的菜做好，该留下的人自然会留下。第二件事，后厨的监控画面连接到大门口一块新装的显示屏上，实时直播。客人坐着等菜的时候，就能看到后厨的每一个动作。我让你们装的明档厨房进行的怎么样？差不多已经好了。完工之后，我要在明档区旁边再装一块屏幕，循环播放咱们的食材采购记录和质检报告。老板，你是要把咱们的底牌全部亮给客人看？从食材采购到菜品出锅，每一步都让客人看清楚。外面有人说咱们的厨房脏，那就让所有人看看咱们的厨房到底脏不脏。第三件事儿，开业当天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刘思雨稳住店里的人，该招待的招待，一个都不许乱。老板，您到底准备了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好吧。傍晚时分，苏寒月给我打了个电话。明天我结婚，你真的不来？我还有店要管。陈凡，2年前你也是这样，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我希望明天过后，你还能保持这种不在乎。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不，我是想告诉你，周志强昨天跟我说，他要在开业仪式上给你送上一份礼物，感谢你2年前的栽培。2年了，他还是没学会什么叫自知之明。苏寒月，你也一样。我没有等他回答，挂断了电话。同一时间，周志强正站在舞台上对着麦克风试音，宣传片的最后一阵定格在他的半身像上，他盯着屏幕上的自己，嘴角慢慢翘了起来。陈凡，你给我好好看着吧，我要把你踩在脚底。紧张吗？不紧张，我等这一天等了2年。那就好。明天上午10点，嘉宾签到，10点半开业剪彩，11点媒体专访。记住，专访的时候，记者会问你关于樊雨楼的问题，你按照我们准备好的词儿说。我知道，樊雨楼是靠关系垄断客源的不正当竞争者，御膳堂的出现将打破这种格局，还消费者一个公平的选择权。你呢？准备好了吗？我准备了2年，你说我准备好了没有？明天过后，那条街上只有一家饭店能活下来，
御膳堂。苏寒月没有说话，她想起2年前那个早晨，她站在饭店门口，看着上千个客人走进我的店，那一刻她的脸被打得粉碎。2年后，她卷土重来，嫁给了全市最大的餐饮集团老板，可她心里那股不甘还是没有消散，因为她知道我还没有低头，这一次她要让我跪下来。开业当天早晨8点，陈凡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周叔的车已经停在楼下了。车里除了周叔，还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周叔介绍说是宏发水产的前财务主管，姓郑，手里掌握着宏发内部最核心的财务资料。陈老板，这里面是宏发最近3年的真实进货记录。澳洲龙虾的进价从来没有超过美金120块，但他们给御膳房的报价是美金380块，差价260，全部以物流费的名目打进了马文涛自己名下的一家物流公司。实际上那家物流公司连一辆冷藏车都没有。马文涛自己名下的物流公司？对，马文涛除了恒瑞之外，还私下注册了一家物流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是他自己。这套操作模式已经运行了3年多，马文涛通过这样把差价洗出来，装进自己口袋。陈小姐名下那29%的股权，这些年少分了多少钱，只有马文涛自己知道。马文涛这个人看来不光是对外人，对自己人也一样。车开到玉龙关国际度假酒店门口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门口的停车场停满了豪车，嘉宾们陆续到场。马文涛把2件事放在同一天办，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顺便就成了御膳坊开业的第一批食客。我没有走正门，周叔提前安排好了，我从酒店的侧门进去，直接上了3楼的一个小会议厅。你的眼睛怎么有血丝？睡了3个小时。说说现在的情况。马文涛今天请了12家媒体，其中7家是本市的主流媒体。他有几个相熟的记者已经拿到了通稿，关于樊宇楼被举报调查的消息会在今天下午统一发布。另外，食品安全协会那边我确认过了，确实有一个联合执法组已经组建完毕，但没有接到今天去樊宇楼的任务。跟我预判的一样，马文涛收到的消息多半是烟雾弹，让马文涛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还有一件事，御膳坊今天开业菜单上的澳洲活龙虾烩面，我刚才让朋友去后厨看了一眼，后厨冷库里的龙虾全部是宏发供应的冻龙虾，根本没有一只活的澳洲龙虾。冷库里的龙虾包装箱上印着越南文，生产日期是3个月前，但御膳坊的宣传册上印的却是每日澳洲坑运活龙虾，现捞现做，鲜美弹牙。你亲自去查了后厨？我在恒瑞做了5年哑巴，总得有点用处。我不能光靠你一个人在前面冲锋陷阵，自己什么都不做。你做的这件事比10个周叔加起来都有用。9点半，我站在酒店3楼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的宴会厅。周叔发来一条消息，老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放他出去？我回了一条，等我信号。10点整，开业仪式正式开始。我没有去宴会厅现场，陈昭也提前安排好了监控室。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恒瑞餐饮集团旗下高端粤菜品牌御膳坊的开业仪式。御膳坊是恒瑞餐饮集团倾力打造的高端粤菜旗舰品牌，力争为全市人民带来最高品质的粤菜体验。今天我还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长期以来，在开发区餐饮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正当竞争现象，某家饭店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我们恒瑞餐饮集团在此郑重呼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还餐饮行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也请广大消费者擦亮眼睛，用自己的舌头去评判，而不是被关系所绑架。马总，您提到的某家饭店是否就是最近网上被热议的樊宇楼？我不好直接点名，但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马总，有消息说樊宇楼今天被食品安全协会突击检查，您是否了解相关情况？我确实听说了一些消息，不过我不好越俎代庖，具体的情况大家还是等官方通报吧。周叔，带老郑去宴会厅后门，等我信号，直接上台。各位来宾，各位记者朋友，在正式开始我的发言之前，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2年前，我跟这个人合伙开了一家饭店，他出了钱，我出了手艺，但分红那天他甩给我10万块钱，说我只不过是个厨子，能拿10万已经是他的恩赐了。那个人就是樊宇楼的老板陈凡。今天我站在这里，以米其林3星餐厅主厨的身份，以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毕业生的身份，告诉所有人，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是打不倒的。你把我的饭店抢走了，我就自己再开一家更好的；你用关系垄断客源，我就用真本事把客人抢回来。现在我是宏发水产前财务主管郑国祥，我今天实名举报宏发水产与马文涛涉嫌利益输送。马文涛下意识地伸手去够麦克风，苏红月赶紧对着台下的保安使了个眼色。御膳坊今天菜单上的招牌菜澳洲龙虾烩面，定价188一份，现杀现做，实际上全是越南冻龙虾，生产日期3个月前，进货价美金不到120，对外报价是380，差价全部通过马文涛自己名下的一家叫通达冷链物流的公司吸走了。这个人是在造谣，保安把他请出去。这是宏发内部3年的真实进货记录，这是报关单，这是通达冷链物流的空壳证据，每一份都有公章，每一份都可以拿去鉴定。我郑国祥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我注意到苏寒月已经从马文腾身边退开了几步，他的脸上没有慌乱，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冷漠的平静。那表情跟他2年前站在周志强身边，看着上千个客人走进梵语堂时一模一样。他已经开始算计下一步了。周叔，把第2份周志强造假资料放出来。周志强先生，请解释一下，您在法国蓝队厨艺学院学习是哪一年？您在香港米其林3星餐厅担任副主厨期间，为什么该餐厅的官方员工名录里找不到您的名字？您与名厨的合影，为什么背景的光影方向与人物面部光源完全不一致？这些是伪造的，这是陈凡在陷害我。